六芒法阵，我们5个在最后融合升华了全部精神能量救主人，但还是失败了。我本以为已经厌倦了不朽的生命，但在死亡来临时，还是害怕了。害怕死亡本就是生命的本性。不，当你强到能创造法则的时候，所有生命缺陷都能被弥补。可惜，我没机会了。多一是用他最后的生命记忆，把六芒夺舍秘法展示出来，让我感知强者的存在法则。恭喜你，罗峰，你通过测试了。活着真好，即使是虚幻的生命。巴巴塔，谢谢你。罗峰，带着主人的传承，继续走下去吧。我就说，受婚姻秘法操控的多一，怎么可能背叛？如果我没扛下来，现在已经消失了。这多一抛弃一切追求强大，最后却选择了献祭。刚刚又生出夺受我的想法，生命本就很难界定。但目标是明确的，在陨木的传承面前，一切都可以牺牲。如果现在有灭顶的灾难降临，我会不惜一切代价带你离开地球。那我恐怕会令你失望。我会不顾一切，阻止灾难降临。巴巴塔，你说过，所谓的灵魂，实际是指体内世界的微型星球。金角巨兽的生命气息一下子变得比过去弱那么多，是不是代表它的灵魂也比过去弱很多？它是虚弱，可也不是你一个行星级3阶精神念师所能惹的。你说过，那头金角巨兽的年龄很小，它还很幼小，灵魂应该比较稚嫩，而且它还连续遭到 B6级雷射炮以及馆主和雷神的燃烧灵魂的绝命一击，灵魂应该已经受到不少损伤。而我是精神念师，拥有直接攻击灵魂的方法。你是说，陨木星秘法虚空之塔？不行的，以你行星级精神念力施展出的虚空之塔是摧毁不了金角巨兽灵魂的。如果再加上六芒呢？罗峰，你乱想什么啊？我不允许，我绝对不允许！我等待5万年，才等到你一个传人，我绝对不允许你去送死！巴巴塔，你以为我想死？我不想死！我多么想看着我的孩子出生，多么想听孩子喊一声爸爸！我想活着，做梦都想活着。但是，我不想我的孩子一出生，就在飞船内过着没有阳光、没有朋友的日子。他们只能听我讲述，曾经有颗蔚蓝色的美丽星球，它沐浴在太阳的金色光辉下，经历着四季变化，从霜雪降落，再到春草如茵。但是，这颗蓝色星球已经消失了。他们应该生活在和平年代。六芒加上虚空之塔，击杀实力只剩下1、2成的金角巨兽，还是很有希望的。陨木星秘籍6芒，需要5位行星级强者心甘情愿燃烧灵魂，将力量传递于你，你才能施展出虚空之塔这一最后拼命绝招。且不说使用虚空之塔对你灵魂造成的重创，就算我同意这个方案，会有人甘愿牺牲自己吗？现在别无他法，只能一试。可是就连不朽强者，一旦灵魂遭到重创也难。巴巴塔，你说过，行星级只能在宇宙中流浪，混个温饱，而我的妻儿父母都是普通人，我带着他们进入宇宙其他星球是极其危险的，而且宇宙
也并不和平。争斗存在于每一个星球，一个行星级带一些普通人在宇宙中，的确是灾难性。再说，如果我临阵脱逃，当了缩头乌龟，又怎么能称得上陨墨星的传人呢？我答应你，一定努力活下来。你看，红和雷神不是也没死吗？只要一息尚存，你总有办法救活我，不是吗？五位行星级强者实力越强，燃烧灵魂产生的力量就越强，但他们必须自愿，不能反抗。一旦反抗，就会失败。巴巴塔，将这一信息全发给所有行星级武者，愿意加入牺牲的，让他们回消息给我。好。罗峰，你说多少人肯牺牲？他们可都是行星级武者，精神孽师。就算基地室被攻破，人类大逃亡，他们的幸存可能性依旧是最高的。我本以为地球人渺小又脆弱，没想到这么疯狂。81封来信，其中62人愿意去，就连一些战神，在听到传闻后也自告奋勇加入。巴巴塔，你按照灵魂强弱，选出这5位英雄吧。好。